从今天晚上开始，我们就进入实战。往届的实战只有1个月，就是只有4次课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这个实战不间断，除了过年，除了台风，那没办法上不了。如果不是特殊情况，不是过年过节，我们就长期持续，大家记忆不断的提升。那么今天晚上呢，我们讲8个卦。本来我应该把今天晚上讲的卦先发给大家，可是呢，因为台风嘛，今天晚上估计讲不了这个课了，所以没有把这个卦发。下一次把这个要讲的这8个卦先发给大家，大家一定要把那个8个卦你们自己先断过，自己先断一遍，记在笔记本上，看看你们的断词跟我的断词有什么样的一个出入。今天晚上就开始讲这个卦。第一个卦是占财，占合伙开托管是否会赚钱的一个卦。他要在贵阳开一个托管，有人要给他投资，比如给他30万或者50万，那么你去开一个托管，那么他就想问一下，他作为职业经理人，作为总经理，作为运营的人，能不能赚到钱？那我们先来看，像这种情况，你说世爻应该是谁啊？世爻是自己，应爻呢？应爻是什么？应爻在这里是什么呀？我刚才已经讲过了，前提我已经讲过了，就是有人给他投资。应爻是不是应该是投资人？那么很清楚，这个卦的账是非常清楚了。世爻是自己，妻财是用神，子孙呢也是用神之一，它是第2用神，它是生源。那么应爻就是什么？就是那个投资人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世爻什么情况？官鬼临青龙，然后衰。我这边特别解释一下，我最近发现啊，等一下大家再看，景言同学有一个卦，就是伤衰呀，跟2衰跟无根是不太一样的，伤衰还是有力气的，大家一定要注意。我最近也是意识到这个问题，不要一概而论，衰就是没有气，伤衰还是有点劲，他没有全死，或者说他病的不是很重，他有病，他病的不是很重，还有力气。伤衰，等一下讲到景言那个卦的时候，伤衰居然可以致使人命，很有力气。那么伤衰青龙官鬼，然后临什么？临午火。午火是什么？桃花。就说明说他还是很多选择。桃花就意味着他有很多选择。这个官鬼可以是这个工作，可以是这个岗位，是一个什么样的岗位？离家近不近？他在宅爻，所以说是一个离家很近的一个工作岗位。他这个能力并不是太强，伤衰就说明说他能力不是太强，但是也不是没有能力。他化成什么呢？化成妻财回头生，有没有钱赚？有钱赚嘛，只不过钱比较什么？比较少嘛，是不是？妻财是衰，他只不过钱少，可能他拿工资，可能1个月就是5000的工资。现在1个月有5000固定的工资多难啊，不容易啊！我就劝他，我说你5000工资你也得做，自己再干一点其他副业，或者是说在这个托管里面再加一点其他课程。然后呢，这个子孙怎么样？子孙还可以吧，不旺不衰吧。第一个初爻的父母爻在这里是什么？初爻父母爻在这里是什么？托管。还有呢？托管，然后比如说我去应这份任命啊，或者什么之类的事情。这个你们都没想到，这个父母是什么呀？出资的人，不对吧？父母在这里就是托管的那个场地，就是那个场所。这个场所大不大？还好是吧？然后呢，化子孙怎么样？好不好？挺好啊，这个场所很适合招生啊。然后呢，应爻在这个地方，应爻在这个地方是兄弟腾蛇临2旺。我就问他这个投资人是不是细细长长的？他说没错，就是细细长长的。然后呢，这个人能力怎么样？社会地位怎么样？有钱人是不是？能力挺强。那么他跟他合作，能不能搞得定他？克不了，但是他不会被人家搞定嘛。这个世爻在这个势上面，他还是能够制住对方的。他是动起来的，是克兄弟，尽管克得很难，克得很累。就是说他跟这个投资人的合作，投资人基本上不管事，我钱给你了，就你说了算，基本上由他说了算。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：第一，这个事能不能干？可以干。可以干。有没有钱赚？有钱赚。这个投资人好不好合作？可以。好合作。那有什么不能干的呢？可是这个家伙就是这个特点，他临午火，就是他选择很多，他还在犹豫。这个卦很简单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大家还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吗？六爻父母不是空了，这个父母所向。六爻父母空就代表说这个房子啊比较大，这个父母
跟这个父母是一个父母，一个是临玄武，代表他是坐北的，坐在北面的，这个房子相对比较暗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这个白虎呢，就是这个房子比较大，又是空嘛，白虎就是比较大的意思嘛。这个房子比较空，就是从这两个父母可以去判断这个房子的特点。这个房子唯一的不好一个地方就是相对比较暗一点，比较潮湿。还有呢，还有初爻不是被日合，初爻被日合，父母爻在初爻，代表这个房子啊，是不是一楼的一层，或者说代表这个房子在比较低的层次。后来我问了他是别墅，那别墅呢，它被日合，它被日合代表什么？代表这个别墅不止一层，记住的这一点很重要。如果说矮的房子被日合，就说明说这个是高的房子。那既然是别墅，那就说明说这个别墅有3层有4层，是吧？被日合，日代表很高嘛，日代表很高的位置。父母爻被日合或者被月合，都是这个房子比较高的意思。但既然是别墅呢，就是3层4层嘛，这个都是被证实的了哈。那房子已经租下来了，别墅很大的一个别墅。好，继续问，后面画的6冲卦会不会预示着最终的那个？最终的6冲卦就代表说这里面啊会有一些矛盾冲突，比如他跟老师之间啊，他跟家长之间啊，会有一些矛盾冲突。但是呢，是乾卦呀，乾卦是圆满的意思，乾卦有圆满的这种象。乾卦、坤卦作为变卦都是比较好的一个象。好，继续。巳爻在12长生里面是死的吗？对，那是不是说如果开始做就会比较固定在那边？就是巳爻或者说12长生哈，比如说这一行啊，我们这12长生这一行是非常重要的参考，但它不能作为判断的唯一的一个依据，可以作为参考。像这种卦，卦面很好。然后碰到这个死啊、木啊、绝啊，这个问题不是很大。死可能是代表说他这个岗位、这个工作可能不是那么非常的顺利，不是不灵活，或者也可以认为，就像你说的一样，他被绑住了，他动不了了，也有这种可能性。所以说，看12长生啊，这个长生地旺、木绝啊什么这些东西，它是作为参考的，它不能够作为决定的一个因素。比如说死，他如果卦象很衰，那么这个死可能就是死。但是在卦象比较好的情况下，它可能只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因素，但是它并不影响它总的一个结果。当然最好这个地方这个死这个地方最好是长生嘛，地旺也不好啊，地旺今天很好，明天就不好了，最好是长生是吧？或者灵光或者冠带还在生长之中。还有呢？老师，这个还有一个是巳爻啊，它不是自行吗？巳爻是自行，就是说自行的对它这个事情的话影响怎么样？这个也是跟刚才一样的意思，就是这种东西有影响，但是影响不是太大。比如说他老是觉得，哎呀，我做这个好呢，还是不做这个好呢？他这个人性格就是卦主的性格就是这样子的，很多选择，想做了，然后又有各种的诱惑，又不想做，可能是有一点下不了决心的意思。哎，师傅，那到最后他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没做成？做成了，几月份开始？做成了，马上开始了，就这几天就开始了。那我感觉他那个不是巳爻死了，那是不是又是衰的？他对这个事儿其实他自己也不是特别想做。对，从他的心里来说，他不是很想做这个事情。不能说不是很想做，不是很想做他就不会起卦了。就是说这个事情对他来说并不是最好的选择。比如说这个官鬼衰，这个官鬼衰也可以很多代表，他又是临青楼。官鬼衰，比如说是他这个人做这件事情的能力不是最好的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说他做这件事情他的决心不是很大，他有很多的表示，但终于他还是做了嘛。来继续，还有什么问题？讲一个卦完了之后，下次再问到这种开托管啊、开店啊、开幼儿园啊、开学校都一样，它就是这么一种断法。来继续，没有问题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断卦的结果哈。先看巳爻，官鬼衰逢月合，这个官鬼有一个月合，就说明说他做的这件事儿或者他这个工作，他还是符合当今的社会的需求的。这个托管毕竟还是刚需，所以说有个月合在这里，月合合这个官鬼，月合就是合旺，日合月合都是合旺，都能够把它合旺。只不过月合的旺它是比较大面积的，时间比较长的合旺，日合旺是当下的合旺。官鬼衰逢月合，福财生之。你看这边还有一个福财，福财也是生他的，又化为财回头生，就说明说他这个人自身啊都是自己的，这个财都是福在官鬼之下，又是
官鬼动化回头生，就基本上是自己的原因，自身的原因。我曾经讲过，有一些时候，不管是本卦六爻也好，福神也好，不管是化爻也好，它就是代表着某一种力量，它就代表着某一种力量，某一种神秘的能量啊，就是这种财，它来生我就是好的，财总有旺起来的时候。它在时间的流转中总有旺起来的时候，虽然说这个财衰的财生我，它总是生我呀，这个架势在那里呀，所以说对这个官鬼还是有益的。福财生之，化财生之，这就很好的一个条件。无冲克之者，这个官鬼没有冲，没有克，就是没有子孙爻，子孙爻在卦当中克不了它，就是这个官鬼是没有制的，是他很开心，他可以没有任何的制约。很舒服的做这件事情，甚至连投资人都制约不了他，还要被他给制约。无冲克之者，是此事可为，这事情肯定可以干，既有财，又没有什么对我约束的制约的这种因素。临桃花，此心尚不定，这个确实有，此心尚不定。他这个人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是这样，这是他的性格决定的。在二爻是此事在家附近，这是看世爻。然后再看初爻，父母是为房、为公司、为证照。父母是不是为房？既是房子，既是这个托管的产地，又是公司，又是证照。托管他总得注册一个公司吧？他也是证照，就说明说证照是完整的，证照动了嘛，父母爻动了嘛，动了就代表证照是完整的。旺则房不小，就是旺代表房子不小。初爻则在低层，福子孙、化子孙，且不衰，是不缺生源。你看他这个卦有意思在哪里？福妻财，妻财又回头生；福子孙又是化子孙，底下福的子孙，子孙又化子孙，就说明说这个房子地段太好了，这个房子天生的就是招这些孩子，对这些孩子很有利，孩子会很喜欢到这里来，可能是离那个小学很近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父母爻是子孙的木库，对，是不缺生源。日合是合于当下社会需求，就是这个父母爻是日合，就是这个公司或者说这个托管这个行业，它是符合当下需求的。哦，对，这边还漏了一个，这个是子孙的木库，子孙的木库就在辰土。然后呢，再看应爻，看应爻，兄弟虽旺而我克之，是合作无碍。虽然很旺，但是我克他，就是我可以拿捏你，你不能拿捏我。这个整个卦就是这样，大家记住了，卦辞是这样写：先看什么，二看什么，三看什么，四看什么，一条一条的捋下来，抽丝剥茧，剥到最后真相大白。在这里还需要看什么？没有了。这个适应之间的这个兄弟官鬼，应该都是指的这些岗位，它没有影响啊。适应之间的官鬼，这个兄弟，比如说是这个应爻派来的一个财务人员，然后这个官鬼又是一个职位。招生啊，管什么呀？总得有一些人，适应之间还是有一些人的。这个卦还有问题吗？就是你说世爻克应爻，不看旺衰，只要是克就能克动，即便它衰也能克动旺的。什么？就是世爻本来是三衰嘛，那跟应爻比，那衰了很多，还能克得动。不是克得动，它就是在那个地方，就是我是克你的，我是小官，你是很大的老百姓，你是很有钱的老百姓，我是官，我还是克你的，就不看旺衰了。不是不看旺衰，这时候是势在起作用，就是你至少克不了我吧？兄弟能不能克官鬼？兄弟又不动，他就克不了官鬼。这官鬼可以克你，他克不动，克不动是克不动，但是我有克你的权利，是不是？那就是说你影响不到我。对，官鬼又是日合，它也是有一点旺的，也是有力量的，它不是全然没有力量。这种卦你们会经常碰到。举这个开托管的例子，开托管也有好几种，一种是这个情况，一种是人家投资我做，还有一种就是我自己出钱做，那就是断法又不一样。就是如果我自己出钱，我要投资20万去做，那妻财在这里就代表着本钱了。如果你妻财被兄弟爻克了，那就代表你这个本钱都亏光掉。所以说断财卦大体上分为两种，总的哈，大体上分为两种，一种就是投资求财，我有本钱；另外一种就是无本求财，我没有什么需要花的。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长江有好几个卦都是不要钱的财，还有一个谁的卦克少，它是股票，股票肯定要本钱嘛。再问一下，比如说像刚刚说的那个世爻克应爻是个巳，那其实也是要看这个时间的一个长短。如果长期的话，这个巳它就是起到作用；如果是短期，比如说我的考试啊什么之类，那这个巳就可能更重视的是旺衰，而不一定说是这个势头，是吧？
我摔你旺，我克你，无非是克不动，就你影响不到我，而且你又不动，你不会泄我的力量的。发动了那会有泄耗啊之类的这样的事情发生。